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笑哈哈，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互相帮忙，开开心心、甜甜蜜蜜的时光，欢迎来到这一家。画爸爸的车要很大一台，没水了。这只也没水。爸爸啊，你在做什么？爸爸在工作啊。哦，那你要做多久？不知道哎，大概2个小时吧。2个小时哦。好，那我等你哦。好。爸爸，你在做什么？爸爸在处理工作的事情。啊，爸爸，那你要做多久？爸爸刚刚说过了，大概2个小时会做完。2个小时哦，好。1小时、2小时，时间到，爸爸。弟弟，你到底要问几次？爸爸在工作，大概2个小时会做完。如果你一直问的话，爸爸就一直做不完，一直做不完，一直做不完，你知道吗？先不要吵爸爸了，好吗？好，爸爸，那你不要那么凶啦。那你等一下来陪我哦。爸爸好凶哦。乖。哎呦，瓦斯炉又不关，真的是。哎呦，我的汤啊！我的汤啊！妈，我已经帮你把火关掉了，你不要每次火都不关，这样很危险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好，我知道了。知道，每次都这样。你在工作啊？对呀，我在工作啊。对不起啊，妈知道妈老是忘东忘西的，打扰你工作了，谢谢你啊。奶奶，我好饿哦，有没有东西？啊，姐姐，你在干嘛？你走路差点跌倒，你是不是走路不看路啦？没有，爸爸，这边地板怎么样？一定是你又下楼梯的时候在那边看手机，对不对？我哪有？每次叫你们走路不要看手机，你们就不听话。那如果跌倒受伤怎么办呢？我没有。你没有，你每次就是这样子，还在那边没有。姐，你先去做啦。哦，怎么那么凶啊？对啊，爸爸今天好凶哦。姐姐啊，你没事吧？奶奶，我跟你说，我刚才下楼的时候，那一块地板它湿湿的，所以我才会不小心滑倒。我根本就没有在用手机啊。哎呦，对不起啊，姐姐。那块地板会湿湿的，应该是因为奶奶把衣服拿去脱水的时候，那衣服上的水滴到地上去了，才害你滑倒的。不好意思啊。对了，你们有没有觉得爸爸今天好像施炸药啊，很凶哎？爸爸今天超凶的。爸爸刚刚也对我超级凶的哦。我刚刚只是彩色笔没有水，想要去问一下爸爸，结果我一讲话，爸爸就变得好凶，哎，我都不敢讲。哦，弟弟，没事啊，没事。你彩色笔没水了是不是？我等一下拿我的给你。可以吗？谢谢姐姐。不要难过。那个弟弟姐姐啊，不瞒你们说，其实刚刚奶奶我，奶奶你怎么了？我刚刚啊在炖汤，然后忘记关火了，就匆匆忙忙跑出来。还好啊，我已经被你们爸爸关了。可是他也对我。对你怎么了？很凶。奶奶，你不要难过啦。爸爸对你很凶哦。爸爸好坏。我觉得爸爸今天真的很奇怪哎，他平常都跟我们说，孩子们有话好好说，可是他今天根本就没有好好说啊。而且他都不肯听我们说。这样是不对的。是不对的，所以我们要去找爸爸好好沟通。对，要好好沟通。
没错，要好好沟通。那我们找谁去沟通啊？弟弟你呀，你是男生哎，你去。我去。姐姐年纪比较大，你去没啥好。可怕啊！奶奶你呀？我啊。我不行啊，我怕。可是我们更怕。好吧，奶奶去。而且奶奶啊，爸爸是你的儿子哎，你是爸爸的妈妈，儿子都会听妈妈的话，所以当然是奶奶你去啊。你这么说好像有点道理哦。好，自己的儿子自己教，这个重责大任就包在奶奶身上。哇，奶奶好帅哦！奶奶加油！奶奶加油！加油！那个儿子啊，你可以过来一下吗？妈，我在忙，你先等我一下啊，先不要吵我。啊，好。爸爸说他在忙哎。哦，奶奶，你不可以就这样半途而废，你要拿出你妈妈的气势来。妈妈的气势，再一次。好，加油！儿子啊，那个妈有事找你商量啊，你可以先过来一下吗？好。啊，应该是有什么急事吧？怎么啦？什么事啊？儿子，来坐。你最近是不是工作比较忙，压力比较大？最近工作比较忙，是有忙那么一点点啦，但压力大，我倒觉得还好哎。那你知道你刚才对我们很凶吗？很凶？我刚刚有很凶吗？有很凶。有。是啊，你刚刚啊，不止凶弟弟，骂姐姐，你连我也。奶奶，你先不要难过。好，奶奶没事啊。没事啊，没事就好。哎呀，儿子啊，我说你呀。有的时候，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，你应该先暂停一下，观看一下事情本身，再发动你的情绪嘛。妈，你这个意思我有点不太懂哎，暂停发动。那个儿子啊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刚刚弟弟为什么要吵你？那姐姐为什么会滑倒？还有妈，我为什么会忘记关火？这些你有想过吗？这哪有为什么？你们每次就这样子啊，爸爸在工作的时候就过来吵啊，然后姐姐每次下楼梯的时候就不看啊，然后这边滑手机啊，你就是老是这边煮东西就不关火啊，那你们就老是这样子嘛。你什么老是这样子的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弟弟呢，他会吵你是因为他的彩色笔没水了，还有姐姐，她是被地上的那滩水啊不小心滑倒的，还有妈我呢。我承认，我虽然老是忘东忘西啦，可是这一次不一样啊！这次要不是你爸叫我去拿那什么私房，拿什么啊？那个湿衣服拿去脱水，我才会忘记关火的嘛。原来是这样子啊！不过我就是当下就害怕你们受伤啊，会觉得可能危险啊，我就比较急嘛，我急的时候就声音比较大声啊。对不起。没事，妈知道啊，这都是你对我们的爱，所以你才会着急，会生气。可是就像妈刚才说的，观看事情的本身，用关心代替责骂，这样不是更好吗？妈，姐姐，弟弟，对不起啦，爸爸下次会冷静一下，然后好好的跟你们说，去了解事情的原因啦啊。好，原谅爸爸喽。原谅爸爸。谢谢。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笑哈哈，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互相帮忙，开开心心、甜甜蜜蜜的时光，欢迎来到这一家。各位同学，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边。
回去把26页到28页的作业写完，明天要记得交哦。好，才不好！老师，怎么这次有3页的功课啊，写不完？太太，老师知道你很喜欢打篮球，可是你要懂得分配运动时间，还有写作业的时间，这样你就写得完啦。对呀，而且太太，这些题目我看了一下，都蛮简单的啊，一下子就可以写完了，而且写完还可以吃点心。没错。是这样说的。太太，这些题目看一下，蛮简单的，一下就写完了，写完还可以吃点心哟。拜托，小福，你是资优生哎，我是一般生而已哎，我的头脑跟你的头脑不一样。好了，太太，如果你有问题的话，可以请教同学啊，我相信他们会很乐意跟你说的，好吗？好，那下课喽。起立，立正，敬礼。谢谢老师，谢谢各位同学，老师拜拜，拜拜。我还没有说坐下，谁坐下的？下课我还没有说坐下。下课了，下课了。好了，我去打球了。哎，你先写功课啦，赶快写完啦。还打球，打什么？就看不懂啊，我这也不会啊。啊，怎么那么难啊？太太不要唉声叹气的啦，老师刚刚上课不都上过了吗？很简单啊。啊，你如果不会，你往前翻，再往前翻，就会写了。哇，你看你说话的样子，那你不会的话就往前翻，再往前翻。大叔，你怎么讲的好像很 easy 一样？你就都会吗？我看，来你写。啊，这本来就很 easy 呀。好，这一页呢？这个就是什么呢？哇，怎么那么难啊？你们是不是都会吗 ？easy 耶。好了，赶快问呱呱，问呱呱，呱呱啊，这一题教我们一下啦。好，我来看一下哦。难呢。这一题，这一题啊，我们去问小福就知道啦。你说你们不是啊，我这题刚好不会，其他的我都写完了。走，我们去问他，这样你作业会写比较快啦。还说你小福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今天借过一下，我们想要请教一下你，这一题要怎么写？它的答案是什么啊？哎呀，我很简单，它这里是会错的，所以用3去法。好3，这个就是答案。这样子哦，还有这种方法哦。哎呦，呱呱，原来你也会有不会的题目哦，我以为你什么都会。小红，你刚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对啊，没有啊，我想说你是班长，又是模范生，然后呢，平常服装仪容整洁，看起来很聪明的样子。小红，请你暂停，你说话的样子我不喜欢哦。我又没有说什么。你刚刚说的，我就不喜欢听了，就很难听了，你等一下，就不舒服啦。呱呱，等一下，我又没有说他什么，他为什么动不动就要哭啊？爱哭包我哦。在爱哭吗？我哪有啊？小红，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啊，有点过分哦。对啊，而且我们只是来问小福问题而已，你干嘛这样说呱呱啦？小红，我也觉得你刚刚说的有点太 over 了，你要去跟呱呱 say sorry 哦。哎呦，呱呱，别哭了，我有卫生纸，来。啊，别哭了，来，给你卫生纸，给你。这么难过，再来。好了啦，够了啦，不用那么多啦。小红，就是跟呱呱说个对不起，没关系，因为其实大家本来都有很多不擅长的地方嘛，所以同学们互相讨论也是很正常的啊。就是说啊，好啊，我说话直接是我的错，可是他动不动就哭，我哪有动不动就哭啊？就是爱哭包、爱哭鬼啊。不会。哎，小红，你后面那个就说太多了，你这样真的会让人家生气耶。对啊，你怎么可以说呱呱爱哭包、爱哭鬼？他只是感情比较丰富，你快去道歉啦！我不要，他本来就是爱哭包、爱哭鬼，而且很爱找人啊。来呀！你就跟他说对不起，一下就好了。我不要，爱哭鬼、爱哭包。呱呱眼泪擦
小不要难过。哦，对了，哎，大树啊，你还记得上次小红参加那个什么歌唱比赛，唱什么歌啊？他唱小星星啊，超难听，五音不全，很难听，哪里难听？很难听啊！你刚刚听到我们说你唱歌不好听，心里有很开心吗？不舒服。我唱歌明明就没有五音不全，那我先唱给你们听。拜托不要！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好了，就是爱哭吧，每天回家就来，每天都要出去。老师都来了，赶快回位置了啦！你不要再讲了，不要再讲了。没事。我去找妈妈啦。好冷啊！没事没事没事。各位同学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为什么这样吵？海苔，你说。老师，就刚刚你上完课，我们大家就在写作业啊。那我们有一些题目就不会，想说去请教一下小福他们，结果小红就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哦，然后说呱呱这些话呢就很不舒服，让他哭了。对啊，然后我们请小红来跟呱呱道歉，小红就是一直不肯道歉，还一直说他是爱哭鬼、爱哭包。呱呱就很伤心啊，一直哭，我就去安慰他。可是老师，后来大树跟太太也有来骂小红，说她唱歌很难听，所以两边才会开始吵起来。哦，小红，你可以跟老师说说，你刚才到底说了什么话，让呱呱哭得这么伤心吗？老师，我就只是说，平常呱呱很聪明啊，又是班长，又是模范生，应该什么都会啊。没想到他也有不会的题目要来问小福，所以我就觉得他好像什么都不会。老师，他才不是这样子说的。老师，他刚刚是这样子。哎呦，呱呱，没想到你这一题还要来问小福哦。我以为你服装仪容都很整齐，又是模范生又是班长的，没想到你连这题也不会哦。然后说我是爱哭包啊。好，呱呱你先冷静，太太你安慰一下呱呱哈。哦好，交给老师来处理哦。别哭了，不哭了。小红啊，虽然说话直接可以直接清楚地表达我们的情绪还有感受，可是如果你太直接，再加上态度不好的话，很可能就会让对方感到不舒服，甚至让对方感到很受伤。你看，你刚才脱口而出的话，就让呱呱哭得这么伤心哎。还有啊，我们话说出口了就没有办法再收回了。如果你说话再带着刺，不小心刺伤他人，这样不只会伤害朋友之间的友情，甚至你还有可能会因此失去一位非常重要的朋友哦。这样你觉得真的值得吗？不值得。老师，我知道了啦。其实我也很喜欢呱呱这个朋友。对呀，所以各位同学，我们在说话之前呢，都要好好的想一想，说出来的话到底会不会伤害到对方。说话直接不代表就没有恶意哦，因为啊，你们说出来的话有可能是嘲笑对方，或是开对方玩笑，这种话是不负责任，而且不顾对方感受的，这样的行为是很自私的哦。老师，我知道了，我说话直接。也有可能是没有同理心的表现。对呀，所以说话是一门艺术。如果我们大家可以更有同理心，更站在对方的角度去为对方设想，那说出来的话就会更有温度。我相信别人也会更乐意接受的，好吗？好。那你是不是要跟呱呱道歉呢？不要再哭了啦。呱呱。对不起啦，我不是故意说你是，爱哭鬼、爱哭包，对不起。没关系啊，可是小红你刚刚说的话真的让我很不舒服，很难过哎。我知道了，以后我说话的时候一定会先想一想，然后
说话不会那么直接，一定会想到你，可以原谅我吗？你说的，你下次不可以这样子哦。好，那打勾勾，打勾勾。盖印章。说话算话。好，小红很棒哦。所以各位同学，我们说话之前要想一想，当个有同理心并且又温暖的人，好吗？好。那个台台还有大树，你们是不是也要跟小红道歉啊？哦，对，他们刚刚说呢，我唱歌很难听。老师，那是因为他一开始不先跟呱呱道歉啊，所以我才会以暴制。我们才会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啊！对，说他唱歌不好听。好了，小红，对不起啊，我们不应该那样做。对啊，我们刚刚其实只是为了挺呱呱而已，才对你讲话那么难听。小红，对不起。没关系啦，我知道你们是想要帮呱呱，所以才故意这样说我的。我们没有故意啊，不是故意的哦。不可以这样。没关系，我现在唱给大家听，再一次哦。小红，老师今天刚好要教大家唱小星星。哦，那老师，我们赶快来学好不好？好，小红同学坐下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换你们。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笑哈哈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互相帮忙，开开心心甜甜蜜蜜的时光，欢迎来